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药还是要喝的，趁热喝了吧。给我吧。王兄，这药还温着，赶紧喝了吧。去了，臣弟在。王兄，王兄，无法，无法。你去吧，去吧。操你一刀救命！武成把丞相拜为武军节度使，知福州市。王兄，这还不明白？萧山大营6000卫兵，一干将从，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，一个酒郎，分量够吗？王兄把酒郎贬往台州，是为了安抚军中。一个当朝丞相，一个宗亲王弟，这分量应该是够了。平乱的犒赏，硬是能少发些了。此事太过荒谬。军中无小事。当年吴永都兵乱，根子也在钱上。父王在日，每每驱驰士卒，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。如今这天下，便是这样的规矩。不要说咱们东南一隅，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，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。吴成，他不是不明白，他是真没钱了。你去与他说，就说姑知道，委屈他了。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，自家人，姑知道，他能体谅。不过此番去福州，他却不能闲着，或请或绑，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。是。臣弟这就去办。什么事？大王，九郎君来同大王请辞。七哥，九郎君，大王召郎君觐见。进去吧。不要再跟他生气了。放心。
臣弟特来向大王辞行。都收拾好了。啊，收拾好了。带了几辆车？多少随扈？只带了1辆车，10名随扈。在家千日好，出外一时难。穷家富路，这1辆车仅够了。再说了，臣弟也没想着要走陆路，出了城，到了博弈坞，便登船了。哎，臣弟是个懒的，吃不得太大的苦头。坐船？臣弟若是空着身子去台州，那也太对不起6哥当殿闹的这一场了吧？那自然不能白去啊。知道姑为何叫你去台州？知道。这个担子太重，确实委屈你了。臣弟身量小，力气又不足，却总得试一试才知道啊。今日在殿上，你有些莽撞了，知道吗？老令公都90了，想必也不会跟我这个小晚辈计较。有些话6哥不方便说。我却是个余丈子呀，诸事皆不避讳，我想说便能说。开罪军中，那是闹着玩的。都是七哥今日在殿上的那番话不该说。老头子在军中待了一辈子，从阿翁到阿爹，再到6哥，侍奉了咱们家3代人，有什么是他不明白的？他明显啊，装傻充愣，逼着哥哥们去得罪人啊！七哥那番话要是传到军中，那些王八羔子不得恨死七哥？不要学军中那些糙话。你是王子，也是王弟，不是囚霸。你是为了救七郎。是啊，我当殿这么一闹，6哥当殿这么一恼，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。到时候犒赏的差事，6哥还是交给七哥做。一家兄弟嘛，总得有人做好人，也得有人做坏人啊。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余丈子。再说了，这1年，坏人也做惯了。还是太冒险了，下次不许了。诺。姑父啊，大王也是权宜之计。军中都是些粗人，不明白什么大义道理，更不懂得国事艰难。伯父且去福州安置。大王说，李仁达此人在福州经营把持时候太久，需想个法子调回王都来羁縻。七郎君，下次莫要再如此莽撞了。姑父何出此言？七郎君还不明白吗？朝堂之上有些话老夫说的，九郎君说的，你却说不得。这是何意？因为大王的长子今年只有5岁，因为当今乱世，无论是中原还是吴越，均力不得幼主的。因为5年以来，先是领军内衙，而后参政相府，如今更是你前世宗亲中唯一的宰相。大王对你寄予厚望。姑父，我断无此心。糊涂！朝局如此，明眼人都能看明白。若是大王御体康健，事情尚有余地。可如今大王时少时繁，每夜只睡2个时辰。一旦倒下，你这个前世宗亲之首，若是不能撑起门户，国家将有不忍言之事。朱温、李嗣源死后，诸子正位将京师做了战场，手足相残，人伦崩坏。文臣军将各相依附，朝野上下杀了个人头滚滚，血流成河。
大好的江山，最后都便宜了外姓之人。无论你自家认与不认，此时此刻你就是吴越的储君。老夫这个首相可以开罪军中，九郎可以开罪军中，你却不能，因为你是储君。无论何时都不能失了军心。这是明摆着的事，大王明白，胡金司明白，丞相府一乡三参都明白，就连九郎君也明白，所以今日殿上他才站出来闹上一场，所以大王才必须要将老夫及九郎贬往外郡，给军中诸将一个交代，因为你是储君，要保住你，只这么出去一个年轻的九郎，分量不够。连九郎在殿上都看明白了，而我却才如梦方醒。九郎君闹上这一场，既是为了维护你，更是向大王及朝中公卿军将一个交代。他肆无忌惮开罪军中，是想告诉所有人，他无心储君之位。姑父和九弟一片苦心，千红宗惭愧无地。老夫出外，相府之内，袁德昭做了5年大参，竟为丞相水到渠成。王都之内，只要宗室不乱，大王亦不生事，一时之间也不会有大乱。眼下台州的烂摊子，才是头等大事。此去台州，若是没有把握，便不要冒险。左右还有2个月，不再想其他法子。六哥没时间了，若是错过了春耕的节气，怕是等不到秋收，台州便乱了。谁能想程昭月竟如此烈性？本来还指望着从山岳社挖出一笔福财来，此人纵然心思险诈，悖逆妄为，但做起事来，却是比王都大多数的公卿臣僚都要用心。用心做事的人倒也不是没有，恐怕是一直未曾得用罢了。你是说沈吟吧？我就知道瞒不过六哥。说实话，这一遭去台州，若是没有此人，臣弟心里也少上几分底气。你且去，明日姑便发明教，不，明儿发王教太显眼了，还是由相府签发札子为好，否则教命一出，那里里外外所有人都盯着。若是让台州那边有了提防，那事情便更不好了。六哥，我是哪说的不对？故事想起阿爹了。阿爹若是还在，看到你如今的样子，不知道有多欢喜。